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观点。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2号，今天周末开始我们今天的国际纵览。美国的民选官员，如果他手里掌握了数百万甚至是上亿美金的审批权，他有没有可能产生贪腐的冲动？今天我聊的3个真实案例给了你答案。午间要闻第一件事，咱们说一下上周五美股整体是出现大幅震荡，说直接点就是跌了。实际上不光是周五跌整个一周它都是向下的，3大股指都奔着往下走。有朋友就问，这个科技股，尤其是这七仙女，这英伟达的年报就是季报还不错呀，利润超预期，营业收入也超预期，怎么大家跑了呢？有很多人给了答案，什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做了各种分析。有一种答案是说，因为这个就业数据不行，你这几家大企业往上涨，这个它不可持续。在这儿呢，我说一下我个人观点给大家共同来探讨，也不一定对。我感觉这些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可能预见到了一种社会的风险，或者说社会动荡的危机。你这么看，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中国难，那美国现在也不容易。第二呢，就是一些大企业在开始裁员，因为他们发现 AI 可以替代大多数的白领岗位，还有生产线上那些制造业的这个蓝领。那投资者就得考虑，终究有一天会出现社会上的麻烦，没有工作，就你那几家，这不成了不公平的、不对称的竞争吗？这个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你看上一周马斯克他对外讲，再过15到20年，人类将发展到一个近乎于共产主义的社会，那接近于按需分配了。他甚至说货币都要失去它的概念。而这时候呢，黄仁勋告诉他，如果出现这天的时候，你给我发短信我感觉老黄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你说社会怎么可能出现说货币不管用呢？因为这套东西在社会学家面前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有人就问马斯克，既然说15到20年以后货币已经没用了，社会财富极大的这个丰富了，人们工作是为了乐趣而不是养家糊口，那你为什么刚刚通过这个决议获得了上万亿美金的薪酬奖励？你这1万多亿美金你也花不完，15到20年后它没意义，你为什么还要做？所以有时候政治家也好，企业家也好，他嘴里讲什么不是最重要，你关键看他做什么。另外我问你一下，你真的相信15到20年以后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了，按需分配了，人们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兴趣吗？如果不工作怎么养活自己？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发表您的观点。正是因为大多数的投资者发现了，你就这7家科技 AI 企业往上走总究有一天大量人失业的时候，你会遭到反噬。民选政府它一定会出台一些政策，限制这些 AI 企业进一步的聚集财富。钱都让你7家赚了，大多数人没工作，这社会能他娘持续吗？第二件事，我们说一下这个美国的民选官员，如果你掌握了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百亿美金的审批权，你心里如何克制对财富的那种渴望？在这儿呢，给大家举3个真实的案例。凡是涉及到个人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呢，咱们必须新闻来源要实打实的。第一个呢是美国的政客杂志，它登出来，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他叫希拉，不是希拉里他叫希拉
他呢被爆出来有一次贪腐，因为他作为这个众议员啊，有一定的审批权。在2021年新冠期间，联邦政府应急管理局拨付了$500万的这个特别款项，这个钱是专款专用，就是人们在这个打那个新冠疫苗的时候，你可以雇一些临时工，这个钱是干这个的。这位议员啊，就把这笔钱批给了他弟弟成立的一家医疗公司，这不就是裙带关系吗？而他弟弟这公司啊，并没有拿着钱去真的雇人去打这个疫苗，而他是把这钱经过层层的调整，最后这钱进了这位议员的竞选账户。这个起诉书啊写的是明明白白，你到官网可以看到，明明这是给人们打疫苗的钱，你最后变成个人的竞选资金呢？有律师就预判，如果罪名成立，他要坐53年的牢。你看，这是一位年轻的政治新星，就因为这种事儿啊，可能政治生命就戛然而止了。你以为贪了$500万算不算一个大钱？对于美国民众来说，这也许是他一生的积蓄，都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钱，按照人家一个签字搞定了。这就说明啊，在掌握权力的时候，贪腐它不分东方西方，它也不分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我们接下来给你讲一个啊，这$500万在另外一个案子眼里，这就属于小巫见大巫了。那这个案子是刚刚美联社爆出来的，国土安全部的助理部长，他们最近啊搞了一个$2.2亿的广告合同。这个广告呢，主要是拍摄国土安全部的一些移民政策的广告。这个广告啊，$2.2亿，他拿了其中$1.46亿，一半啊，给了她丈夫成立的一家公司，而且这家公司成立据说才5天时间就拿到了这个合同。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啊，你这种上亿的合同要经过招投标，但是啊，他们讲了，最近我们是政府关门期间，这个程序啊，咱就特别处理，非常时间、非常办法，就直接给了那家她老公的公司1个多亿美金呀，拍广告。所以这件事儿被《纽约时报》爆出来以后啊，现在正在发酵。那我们再说第3件事，相比较这种1个多亿啊，第3个案子或者第3个事儿啊，那是上亿级别的，甚至是上百亿级别的。根据彭博社爆出来的消息，美国的商务部长卢部长，他有个公子，今年29岁，他经营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去年1年时间，就是他卢特尼克上任现在不到1年吧，经他做的项目超过了$250亿。那我们就来说说彭博爆出来他到底干什么。在老川第2任期一上任啊，他就向全球的贸易伙伴，要么你要给我交关税，要么呢你给我来投资。你像日本呢、韩国呀，都承诺了上1000亿的投资。像上一周接待的那个阿联酋、沙特呀，那都是1万亿美金起步。实际上他一年 GDP 才1万亿，你相信这1万亿能真的投吗？但是广告效应起来了。实际上这几千亿投进来的时候，卢部长是一个重要的对接人，商务部长嘛。那商务部长的儿子干的活就是投资咨询顾问。彭博还举到了例子，韩国的企业要在美国投资，那你投在什么行业，选址，这个活呢就交给了他儿子的咨询顾问公司。也就是讲啊，这种1000亿级的投资，因为韩国承诺是投资3000亿，你就让这个
卢部长的儿子去给你找项目、找地皮，他根本不干包工头，人家就帮你找，也许就能收到1个点。根据美国的行业的共识，这种投资咨询的管理费是1%到5%，这钱挣的那是智慧的钱，给你来一份这个投资报告，拿1%出来。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啊，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已经投了250亿美金了。你乘以1%，咱保守点算，那就是2.5亿美金。你说这个钱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这可能是他100辈子都不一定赚到的钱。咱们总结一下，根据这3个公开的报告值得咱们思考。无论是东方西方，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如果你掌握了权力必然要接受民众的监督，不然的话大家都有可能动这个心思。好，第3件事说一下，老川最近有2件事让他非常烦恼。一个事就是他的得力干将格林辞职了，在这儿呢就印证了人们经常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左派的这个批评更多的是动口，他不咋动手。但是右翼的这种批评他既动口，他也有可能动手。因为这格林辞职的理由就是说，他在和老川闹掰了以后，要求公开爱普斯坦名单以后他收到了数起的电话的威胁，就是电话里边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让他觉得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干脆把辞职了。我辞职了，我不给你做对了，你不能再折腾我吧。第二呢，那就是这个纽约的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在白宫双方见面了。明显老川可能想来一个鸿门宴，最后发现这小哥呢自带光环，气势很足，于是他改变了策略，就开始什么归拢。归拢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想借这位政治新星的一些光环，比方说我们俩谈的挺好，我们要共同在纽约干大事儿。你看，他前2、3个月还说马布达尼是个共产主义分子他要是这个上台就会把纽约毁掉。现在人家要和这位当选的市长一起干大事儿，而且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莱文特说，马布达尼在和总统会面期间川普教了他很多东西。意思就是说，以后这纽约你要是干好了以后，这是川普教他的。这说你们信不信？那您自己去看第4件事呢，我们说一下这些天呢28条这个俄乌停战协议。我直接想我的观点吧，这个协议没有什么可执行性。有人逐条还去看，没有意义。因为这种类型的协议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最后大家都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不值。我直接讲我个人的观点，现在仗打到这儿，谈判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一方把一方直接这个耗尽了，那你再谈判才能顺理成章。因为这里边提到的又签署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你跟俄罗斯人签这个跟没签一样。德国跟他签过，荷兰跟他签过，波兰跟他签过，最后结果是俄罗斯就是不守约的那一方。他要是实力允许他一定是往西扩，因为他认为要给莫斯科寻找更多的战略空间，永远不够。你就是有一天把所有的西欧全被俄罗斯占了，他还是要往那个大西洋扩。他觉得我必须把美洲占过来。你说这种侵略成性的人，他怎么可能会遵守这种互不侵犯条约呢？第5条，我们看一下中国最近热闹的事儿，那就是中美之间的舆论战。实际上在这里边军方才是真正起作用的部门，但明显军方喊了一嗓子以后再也不说话了。他只是讲，如果
日本入侵台湾，我们要把日本的一些重要的机场、港口、城市成为我们的战场。他喊完了以后，他不再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清楚啊，再这样折腾下去，实际上会把日本的军事化，或者说自卫队改成日军啊，这是帮倒忙的。但是啊，在舆论，尤其是小粉红这团队里，他们反而是不依不饶啊，继续，以至于啊，普通民众开始害怕，有可能会重演2012年的那个反日的那个游行，有一个叫蔡阳的小子拿着游行锁直接砸车，不让他砸，他还开始砸人，把一个人砸成脑震荡了啊，好像瘫痪了多少年。我看网上发的一些图片啊，日系车主开始整活了，就是把 H， 像本田的 H 它后边加上一个华为，也就是那意思，这车我们是国产的，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谁还不认识本田？再者说，你把那后边改完了，你前面咋改啊？你前面总不能再接上华为吧？所以说呢，这种氛围让日系车主感到了害怕，他也担心有一天这车再被砸一遍。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明白民粹主义只要发动起来它很难再冷静下来。如果再加上一些政客之间的言论的冲突和分歧它就会重新成为一个武器。但最终受损失的不是日本，而是日系车主。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英国最新研发成功的龙火激光武器，它的真实战斗力如何，能不能部署在乌克兰战场。如果您感兴趣，在留言区置顶有链接。大卫观点和大卫军情局每天都会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